I'm Becky. Have you ever ordered a dish expecting this, but waiter serve you this? 看吧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同样是鸡，炖鸡是软嫩的，炸鸡是脆的，所以看中文菜单不要只看食材，也要看做法。今天这集呢，我要教你 decode 这一层资讯。就算呢你不认得完整的菜名，只要会抓做法还有步骤，你就能直接判断这道菜是脆的、软嫩的还是带汤汁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会介绍菜单上的常见的料理做法、海鲜、肉的部位，还有酱和油。那如果你对肉类、蔬菜、主食类感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看上集的工具包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Go！ 如果呢你在菜单上看到火字部，它代表这道菜做的方式有两种形态。形态一，原本的火，可以看到它的字形本来就是一个火焰的形状。那或者是第二种形态，部首形态是下面4个点，那它就像火在下面烧。用口感来分类，那高温快速的，有一点焦香或者是脆脆口感的有煎、炸、烤、炒。有看到这个火吗？就在这里。那煎的话呢，它会一面有焦焦的；烤的话呢，像是烤肉啊，或者是进烤箱烘焙，比如说烤面包、烤饼干。而炒呢，它会混合空气一起翻炒。那这里有一个重点呢，就是因为炒呢，它是中国菜最常用的做法，所以呢，如果菜单上没有写做法，那它呢很有可能会是炒哦。再来是用水或蒸汽来煮的，口感呢会比较嫩。有煮、蒸、炖、烩。炖是长时间慢煮，然后会有汤汁。那这个烩呢，它是有勾芡，所以它的汤汁会有点黏黏的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发现同样的食材，只要做法一变，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了。这里我给大家一个练习题，同样都是蛋，你能猜出它是什么蛋料理吗？提示在下面。你猜对了吗？还有下面4个点也不一定是火，像繁体字里面的鱼、鲜、鹅、鸭，这4个点不是火，是鱼的尾巴或者是鸟的尾巴。另外高和点里的4个点也不是做法，比如蛋糕、餐点、点心。另外呢，还有2种常见的做法，像凉拌和卤。那凉拌呢，它是没有用火煮，像沙拉一样凉凉的。那卤呢，它是放在卤汁里煮，所以会变成咖啡色。接下来我们介绍海鲜。当然呢，如果是 fish， 它就会有这个鱼字旁，比如说像鲑鱼、鳕鱼、青鱼之类的。这几个鱼名鲑、鳕、青，左边都有鱼字旁。那如果呢你在菜单上看到这个，那它本意呢是虫子，不过先别紧张哈，因为在菜单上它通常不是虫，它是指带壳的海鲜 shellfish， 比如说像虾、螃蟹、蛤蜊、牡蛎。这一页有满满的虫字部。小提醒，像是蛋和蜜也是菜单上常见的，但它们不是海鲜。肉字部，只要在菜单上看到它呢，就是代表身体的部位或者是内脏。这个部首呢，长的样子呢，可能很多人以为它是月亮的月这个字哦，但它其实不是，它比月亮还要瘦一点，它代表的是肉。比如说像这些。那这里有个小技巧，你不需要记住所有的这些字，你只要记住，这里面有没有哪些部位是你敢点的就好了。好，那如果呢你不敢吃内脏，然后呢你又看到一个字，不认得带有这个部首的字，那就要记得先避开咯。另外肠这个字提醒一下，如果呢写的是香肠的话，那是 sausage， 好，加工食品。如果呢写的是像猪肠啊、鸡肠啊、大肠啊等等的话，那就是真的肠子咯。小提醒，像青菜、青椒里面的青是 green 的意思，不是肉。肥这个字通常表示这个肉的脂肪多，比如说肥牛。骨呢是骨头，比如说排骨、骨头汤。如果呢你看到酱和油，通常代表味道和香气是这道菜的重点。那常见的酱油，酱油、生抽、醋、辣酱、
番茄酱，还有花生酱。那常见的油呢有麻油，那很香，会常用在汤或凉拌；辣油，然后还有奶油。那奶油的话，在意面或者是甜点就会经常使用。好，我们快速复习一下今天的部首。火字部的话就是料理做法，那虫字部的话，它就是指带壳的海鲜或者是蛋。好，那鱼字的话呢，它有鱼类。那肉字部的话，就是身体部位或者是内脏，怕内脏的记得别点哦。最后，我们来做一个真实菜单小测试，我会一步一步露出资讯，大家可以先自己猜一下。注意，里面有几个小陷阱哦。第一步，先看中文菜名，不用每个字都懂，你能不能用部首抓到线索呢？好，接着看图片，跟你猜的接近吗？再来看英文翻译，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细节。最后我们来看线索和陷阱。烙、煎、炒、焗都是做法线索，虾、油、蟹是海鲜线索，肝是内脏，排骨是有骨头的肉。还有一个小陷阱，鲜在这里是 fresh， 不是鱼哦。到这里呢，你已经有一套完整的中文菜单生存工具包了。我会在每一个类别上都有标出时间节点。那如果呢你还没有看过上集，可以先回去补食材工具包。下一集就是实战啦，我会直接带你看真实的菜单，教你怎么从词的顺序来猜对是什么菜，所以记得订阅才不会错过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。